废灵根的垃圾，去给护宗血兽当口粮，是你这辈子对宗门唯一的贡献。我父母战死沙场留下的抚恤金，你贪了。现在连我这条命，你要拿去换你晋升内门长老的筹码？知道了又怎样？修仙界弱肉强食，你父母死得早，怪得了谁？一个连引气入体都做不到的废物，死了连个水花都砸不出来。赵无极，你最好祈祷我今天死透了。只要我主业还有一口气在，早晚有一天，我会让你为今日所做的一切付出代价。死到临头还敢嘴硬，给我滚下去吧！这里就是血源，连空气里都透着一股让人作呕的血腥味。这就是那头吞噬了上百名杂役的上古血兽，体型居然比传闻中还要庞大数倍。叮，万物词条系统已激活，目标锁定上古血兽。想吃我？老子连死都不怕，还会怕你这头畜生？修改点出，给我把他的极度嗜血词条改成绝对温顺。修改成功，新词条绝对温顺，你是他的挚爱主人，誓死效忠，绝不背叛。停下了。看来这所谓的词条系统是真的可以直接篡改天道法则。你不是要我死吗？赵执事，你费尽心机把我扔进这十死无生的穴地，却不知道这里将是我主业逆天改命的起点。等我带着这头小宠物爬出深渊，我会亲自去查查你到底有几条命够我杀。你要去哪儿？这是以前那些被扔下来的杂役弟子留下的遗物，全都是废丹。也对，外门杂役本来就分不到什么好资源，全是被内门淘汰下来的劣质丹药。杂质沉积，如果我能把这个词条也改了呢？系统，我现在的修改点数归0了，如何获取新的点数？宿主可通过完成日常行为，承受他人强烈情绪，如敌意、震惊、崇拜，或改变重大因果线。检测到宿主刚刚降服上古血兽，大幅度改变宗门因果线，获得修改点5点。好，立刻消耗1点，把这颗劣质聚气丹的杂质沉积修改为完美无瑕。修改成功。极品无漏丹，这可是连内门核心弟子都求之不得的稀世珍宝。我那被毁掉的5行废灵根，想要引气入体，非这种级别的丹药不可。赵无极，你断我修行之路，今日我就在这血渊之下重铸仙机。体内传来雷鸣般的轰钟，极品丹药的药力在楚叶体内化作滔天洪流，强行冲开了他淤塞多年的干枯经脉。炼气1层，不仅成功引气入体，而且根基比我当年巅峰时期还要扎实10倍。哈哈哈！几十颗废丹，只要我有足够的修改点数，就能变成几十颗极品仙丹。青云宗那些高高在上的长老们，恐怕做梦也想不到，他们视为垃圾的东西，在我手里，全都是通向天道巅峰的阶梯。赵无极，还有内门那个自命清高的叶倾城，你们欠我的，我会连本带利一笔一笔的讨回来。血渊困不住我，这青云宗也迟早要在我脚下颤抖。不过现在还不是出去的时候，既然所有人都以为我死了，那我就在这血渊里好好做个死人。等我把这里的羊毛薅光，修为大成之日，就是我从地狱爬出来，给你们送终之时。清源姑娘，这是今年新上贡的极品云雾茶，您尝尝。劳烦姑娘亲自跑一趟外门，真是折煞小人了。茶就不必了，我家小姐正处于闭关冲击筑基期的关键时刻，不希望被任何世俗杂事扰了心性。我今日来只问一件事，那个姓楚的废物处理干净了吗？清源姑娘放100个心，3天前我已经随便找了个由头，把楚叶那小子弄进后山血渊去了。
那地方可是连内门弟子都不敢涉足的禁地，底下镇压着上古血兽，那小子掉下去，怕是再无音讯了。哼，算你办事利索。我家小姐乃是天之娇女，身后举品变异灵根，未来注定是要执掌青云宗甚至白日飞升的大人物。那姓楚的废物仗着父辈那点可笑的恩情，竟敢妄想高攀我家小姐，简直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这是小姐赏你的，里面是一枚聚灵丹和外门长老的晋升令。小姐说了，只要你懂规矩，以后少不了你的好处。多谢倾城小姐，多谢清源姑娘，小人愿为小姐赴汤蹈火，万死不辞。不过为了以防万一，小人做事向来滴水不漏。哦，你还做了什么？小人怕那深渊极深，万一那小子运气好挂在树枝上没事，所以我今天特意通过绞盘往深渊底下送了一桶水。那水里我加了粘竹极王剧毒，就算他命大没被妖兽吃掉，只要喝一口水，也绝无生还之机。这就叫不留后患。心思倒是够毒，很好，这件事到此为止，不要留下任何收尾。姑娘说的极是，那废物连引气入体都做不到，活着也是浪费宗门空气。小姐能让他消失，那是他8辈子修来的福分。炼气3层，极品无漏丹的效果果然爆道，短短3天，不仅重塑了经脉，还连破3个小境界。有东西下来了。不过，这桶水怎么看着有些不对劲？赵无极啊，赵无极，你还真是煞费苦心，把我打入死地还不算，连送下来的水都要下绝毒。你就这么怕我活着爬上去找你索命？系统，这水桶上是否留有下毒者的气息？检测到木桶皮手上残留赵无极的神识波动与灵气烙印，已建立因果锁定连接。宿主当前拥有修改点度5点。转移，把水里的断肠持骨磁条给我抽出来，顺着那道神识烙印，直接打入赵无极贴身佩戴的玉佩里。我要让他自食恶果。还没完，系统，消耗1点修改点数，把这桶清水的空缺词条修改为洗精伐素。哈哈哈哈！你送的这份大礼我楚叶收下，至于我回敬你的那份，希望你好好享受。清源姑娘慢走，日后若有差遣，尽管吩咐小人。什么声音？我的胸口好痛，怎么回事？我的灵气在溃散。赵无极，你在搞什么鬼？救命！清源姑娘，救我！这玉佩里有毒，这毒在侵蚀我的脏腑。玉佩有毒？这玉佩明明是你自己贴身之物，大殿之内也没有旁人，谁能给你下毒？简直莫名其妙。是楚叶，一定是他。他在深渊底下索命了，鬼呀！情状如此诡异，经脉尽毁，溃散已蔓延至咽喉，倒像是修炼功法导致走火入魔，灵气反噬而亡。哼，不过是一个贪婪无度的外门蝼蚁，死了便死了。只是他死前喊的那个名字，楚叶，一个坠入深渊的人，还能隔空杀人不成？来人！赵执事走火入魔暴毙，把尸体拖出去烧了，免得脏了执事大殿的地。丁，目标人物赵无极已死亡，检测到宿主完成反向陷害与首秀反杀，完美利用信息差兵不血刃击杀敌对目标。恭喜宿主获得修改点500点。死了！赵无极，这断肠蚀骨的滋味可还合你的口咽？500点修改点数，有了这笔巨款，我终于可以开始对功法和法器进行深度改造了。叶倾城，你以为除掉了一个废物，就能安心做你的宗门圣女，高高在上的俯视众生了吗？
你根本不知道，你亲手推下深渊的，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怪物。等着吧，3个月后的宗门大比，我会踩着满地的修改剑士，一步步走到你面前。我会让你亲眼看着，你所引以为傲的一切，在我的磁条面前是何等的不堪一击。这血渊下面，不仅有被扔下来的杂役，竟然还有一具穿着青云宗长老服饰的骸骨。你看上了这把生锈柴刀？堂堂内门长老身边居然只留下一把生锈的砍柴刀，连把像样的飞剑都没有。这老东西生前是有多穷酸？原来是件被煞气侵蚀废掉的法器，难怪被扔在这里。系统，给我检测这把刀的属性，看看还有没有救。我手里正好有击杀赵无极得来的500点修改点数，系统立刻消耗100点，把这把锈柴刀的腐朽异蛇给我改成绝对破甲。我要让它变成修仙界最不讲道理的凶器。这感觉犹如热刀切牛油，竟然感觉不到一丝阻力。好一个绝对破甲！哪怕是青云宗宗主那老孩亲至，只要他敢托大硬接我一刀，也得连人带护体罡气一同消散。有了这把刀，什么内门天骄，什么极品法宝，全都是纸糊的。兵器有了，但我现在只有炼气3层的修为，若是遇到筑基期以上的修士，对方根本不会给我近身出刀的机会。我需要一门顶级的功法，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拉平境界差距。目标锁定，残缺的吞天造化诀遇减。走火入魔，爆体而亡。在我的磁月系统面前，哪怕是必死的穿肠毒药，我也能让它变成绝世仙丹。系统，把剩下的400点修改点值全部砸进去，给我把走火入魔磁条修改成自动顿悟。指令确认，修改成功。自动顿悟，宿主呼吸之间即可动用种黑焰，且根基完美无瑕。 3个月，距离青云宗1年1度的宗门大比还有整整3个月。有着血渊无尽的阴煞之气和灵草供我吞噬，有自动顿悟全天候加持。3个月后，我会让整个青云宗知道谁才是真正的蝼蚁。筑基期大圆满，只差1步便可结成金丹。我这极品变异冰灵根果然是天道眷顾。恭喜小姐神功大成！如今放眼整个青云宗年轻一代，还有谁能与小姐争锋？今日的宗门大比，小姐必定是毫无悬念的第一，名正言顺的成为宗门圣女。第一本就是我的，那些所谓的内门天才，不过是些庸碌之辈罢了。我如今的眼界早已不在小小的青云宗，而是整个东荒修仙界。对了，这3个月我闭关期间，那个死人的事情，没留下什么把柄吧？小姐放心，干干净净。赵无极那个蠢货虽然暴毙了，但他死前亲口承认，已经把楚夜那个废物踹进了后山血渊，那鬼地方镇压着上古血兽，就算是内门长老掉下去，也是死路死一条。更何况是那个连灵力都没有的废物，他现在估计连骨头渣子都被血兽消化干净，什么都不会剩下了。那就好。当年我初入宗门，根基不稳，不得不借他父母战死沙场的抚恤金和人脉，才能站稳脚跟。如今我已是翱翔9天的真龙，而他灵根尽毁，沦为泥沼里的烂泥。他若活着，那只可笑的婚约就是我履历上最大的污点。龙不与蛇居，他的死是顺应天道。小姐说的极是，那废物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就凭他那被废的5行灵根，也配跟小姐您扯上关系？若是今日宗门大比，他还在世，看着小姐大放风采，估计会羞愧的直接找个地缝钻进去自尽。小姐杀他，那是帮他解脱。行了，一个死人，不要在我面前再提他的名字，平白脏了我的耳朵。去传令，让各峰准备好今日的圣女册封正典。我要让所有人都睁大眼睛看着，我叶倾城才是这青云宗未来唯一的主人。同一时间，后山血渊之地，筑基期大圆满，仅仅3个月，自动顿悟加上无限吞噬，直接让我跨越了一个大境界。别怕，这3个月多亏了你天天去崖顶给我偷那些内门长老种的高阶灵草，不然我也不能突破的这么快。你这头哈士奇倒是比外面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人顺眼多了。3个月了，叶倾城，你心心念念的宗门大比就在今天吗？你以为杀了我就能斩断阴关，
毫无破绽的登上圣女之位，享受万众瞩目。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叶倾城，你踩着我父母的血肉往上爬，今天我偏要在你最得意、最觉得高高在上的时候，当着全宗门高层的面，一刀劈碎你所有的骄傲。青云宗，我们视若草芥的废物楚叶，从地狱里爬回来了。今天，我要让整个宗门因为我而颤抖。青云宗主峰演武광场，100年一遇的宗门大比暨圣女册封大典盛大开启。今日乃我青云宗大喜之日，宗门大比已决出胜负，但我宗门真正的天骄非倾城莫属。叶倾城年仅18，便以极品变异冰灵根修至筑基期大圆满。此等天赋，莫说我青云宗，便是放眼整个东荒，也是凤毛麟角。恭贺冰城师姐，扬我青云宗神威！倾城多谢宗主与诸位长老厚爱。修仙之路本就是逆天而行，斩断凡尘，方能正得大道。倾城今日受封圣女，必将带领青云宗走向鼎盛。过往一切世俗羁绊、凡尘因果，今日起便如这过眼云烟，彻底烟消云散。小姐，您这番话一出，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敢拿那个姓楚的死人来恶心您了。您现在是9天之上的神明，他不过是深渊里的一滩烂泥。倾城师妹天资卓绝，道心坚定，乃我辈楷模。今日大比，我林峰虽侥幸拔得头盔，但在倾城师妹面前，犹如萤火之于皓月。若有谁对倾城妹妹受封圣女有半点不服，大可上这比武台，先问问我林峰手中的剑答不答应。林峰这孩子虽然天赋不及倾城，但也算是我宗门难得的栋梁之才，有他在此护阵，大典定然万无一失。就在全场气氛达到最高潮，所有人都在仰望高台那道圣洁身影之时，演武广场边缘的白玉阶梯尽头出现了一道极不和谐的灰色身影。册封大典，斩断尘缘。叶倾城，你踩着我楚家的血肉往上爬，如今想轻飘飘一句话就把因果抹平，真是好大的一场戏。站住！瞎了你的狗眼！今日主封大典，连外门普通弟子都只能在山腰观礼。你一个最低贱的灰袍杂役，也敢靠近主峰广场？滚回你的杂役峰去，否则按门规直接打断双腿！我不是来看戏的，我是来讨债的。滚开，或者死！不知死活的蝼蚁，找死！这怎么可能？怎么回事？那个人是谁？竟然敢在主峰广场打伤守山弟子，他不要命了吗？沿途的内门弟子纷纷如同避瘟神一般让开一条道路。尽管楚叶身上依旧感受不到任何灵力，但他身上那股从尸山血海中爬出来的冰冷煞气，却让所有人心底发寒。那个身形怎么有些眼熟？不可能，那个人已经被赵无极扔进了血渊，连骨头都化了。一个毫无修为的废物，绝不可能从上古血兽的嘴里活下来。楚叶，你这个废物怎么可能还活着？你是人是鬼！楚叶，就是那个死皮赖脸拿着一纸婚约，妄图高攀倾城师姐的那个五行废灵根，他不是早就失踪了吗？怎么跑到这儿来丢人现眼了？放肆！哪里来的狂徒，竟敢在此喧哗生事？执法堂何在？立刻将此等废物乱棍打下山去！叶倾城，看到我从地狱里爬回来，你似乎很惊讶。你心心念念想要斩断的凡尘因果，今天我亲自给你送上门来了。你欠我父母的2命，欠我楚家的公道，今日该结清了。楚叶，我念在你父母当年对我的一饭之恩，才一直留你在宗门苟延残喘。你不仅不知感恩，反而妄图阻我大道。你这种烂泥里的蛆虫，根本不配站在这里与我说话。林峰师兄，劳烦你替我清扫一下这不知死活的垃圾。原来你就是那个楚叶。倾城师妹的大道，岂是你这种蝼蚁可以玷污的？一个连半点灵气都没有的废物，也配在这里大放厥词？今日我就当着全宗门的面，一剑废去你这废物的修为，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天高地厚。林峰，就凭你这种靠丹药堆起来的温室峡谷，也想给他当狗？你这漏洞百出的修为，连让我使用修改简直的资格都没有。死鸭子嘴硬，给我跪下！破！这是什么力量？我的灵力被切断了！不可能！
你明明没有灵力，你怎么可能一刀斩断我的地阶飞剑？一刀，一个没有灵力的废物，用一把生锈的砍柴刀，一刀秒杀了筑基初期的内门首席，我是不是在做梦？那绝不是普通的凡铁，连地阶法宝都能犹如切豆腐般斩断，难道是传说中的大道圣器？叶倾城，这就是你养的狗，太弱了。既然你想要斩断因果，那就别躲在别人身后，滚下来，让我看看你这所谓的天之娇女极品变异冰灵根到底能接得住我几刀！楚叶，你果然还是那般卑鄙。仗着在血渊下面捡到的一件邪门法器，就敢暗算林峰师兄，那我就给你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你以为凭借外物就能抹平你我之间那犹如天堑般的差距？你以为这样就能挑战真正的天骄？外物，叶倾城，你不仅忘恩负义，连眼界也如此狭隘。你既然觉得我是仗着法宝之力，那我就给你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滚下来！用你最得意的冰系道法，看看能不能挡住我这把破刀的一击。妖言惑众，此次灵根尽毁，绝不可能有这等实力，必定是堕入了魔道，手持魔器伤我宗门首席，罪无可恕。大长老，且慢。此人与我有未了的因果，他今日既然敢在册封大典上闹事，便是我的心魔。今日我受封圣女，道心需圆满无瑕，我要亲自出手。彻彻底底的斩断这最后的羁绊，让这世人知道，废物永远都只是废物。你去保，有本长老与宗宗主在此为你掠阵，这魔道妖孽翻不起什么浪花，杀了他，正你的大道。楚叶，你本可以在血渊底下苟延残喘，却偏要跑出来找死。既然你非要见识一下筑基大圆满的真正力量，我成全你。我会让你明白，在绝对的天赋面前，你那些见不得光的手段是何等的可笑。筑基期大圆满，仿佛根本没有把引以为傲的资本，这就是你背叛楚家、纵容赵无极谋害我的底气。叶倾城，你真是太可悲了！大言不惭，玄冰诀、极寒冰玉，给我彻底冻结吧！好恐怖的寒气，这就是青城邪典的真正实力吗？连空气都能冻结，那楚叶死定了！陷入极冰冰域，哪怕是同阶修士，也会被瞬间冻僵。他一个没有灵力的凡人，此刻估计连灵魂都被冻成碎冰渣了。废物就是废物，就算侥幸没死在血渊又如何？在小姐的绝对实力面前，他连拔刀的机会都没有，这才是他该有的下场。合金隐藏锁定，坚不可切，由金丹期强者强攻不可破，非金丹期不可破。系统，立刻消耗修改点数，给我把这破冰块的坚不可破词条修改成脆弱如纸。指令接收，修改成功。结束了，这段可笑的孽缘终于彻底画上了句号。漫天冰雪如梦幻般飘落，而在那纷纷扬扬的冰粉之中，那道穿着破旧灰袍的身影依旧毫发无损地站在原地。叶倾城，你的极度深寒就只有这点温度吗？连在炎下给我乘凉都嫌不够痛快。这不可能！我的极寒冰玉，就算是同境界的内门长老被困住，也绝不可能如此轻脱困。你连法器都没有，你到底用了什么妖术？妖术，原来在你们这群起井底之蛙的眼里，超出你们那可怜认知的东西，就叫妖术。口口声声说我是没有灵力的废物，说我仰仗外物。好，既然如此，那我就彻底撕碎你们那可笑的优越感，让你们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力量。筑基期大圆满，这绝对是筑基期大圆满的威压！我的天啊，他不仅有修为，而且威压比青城师姐还要恐怖10倍，这怎么可能？完美道基，没有任何杂质杂的完美道基。老夫修道300余载，从未见过如此纯粹、如此磅礴的灵力。此子竟然在短短3个月内，从一个毫无灵根的废人，直接跨越到了筑基期大圆满，打破了修仙界的铁律。不，这不是真的，这绝不可能是真的！你明明被毁了灵根，你明明是个底层的杂役。我是极品变异冰灵根，我是天道眷顾的天骄，你凭什么拥有比我还要强大的修为？障眼法，这绝对是障眼法！天道眷顾？你以为的天道，在我楚叶眼里连个屁都不是。你以为你高高在上，将我踩在脚下，就可以心安理得的享受我父母用命换来的资源？你以为一句斩断尘缘就能掩盖你自私卑劣、过河拆桥的丑恶嘴脸？我不信，我叶倾城绝不可能输给你这个垃圾！给我去死！核心隐藏词调：锋芒无益，锐利至极，可斩断钢铁。系统，
把锋芒无意改成绵软无力。指令接收，修改成功。我的剑，我的……叶倾城，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我本以为你能让我稍微提起一点兴趣，没想到你弱的连让我拔刀的资格都没有。你视若珍宝的极品天赋，在我眼里，连我腰间这把生锈的砍刀都不如。青云宗的圣女，不过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笑话。狂妄小儿，竟敢毁我宗门圣女道心！诸位内门长老，随我一起结阵，此子绝不能留。今日哪怕踏平这主峰，也必将他诛杀于此。想杀我？好啊，赵无极的账算清了，叶倾城的账也算清了。接下来，该算算你们青云宗高层当年吞没我父母遗物、草菅人命的账了。老东西们，一起上吧，免得脏了我的刀！执法堂4大长老听令，此子已被磨去反噬，彻底沦为魔修，立刻随本长老接青云诛魔大阵。今日绝不能让他活着离开主峰半步。谨遵大长老法旨，诛魔未到，万死不辞。诛魔未到，当年你们贪没我父母拿命换来的极品灵石和功法残簇时，怎么不提未到？当年赵无极把我踹下血渊，你们这群老东西在背后默许分赃的时候，怎么不提诛魔？现在打不过了，就开始往我身上泼魔修的脏水。青云宗的无耻，真是让我大开眼界。休要听这妖魔妖言惑众，动手！青云诛魔阵起！青云诛魔大阵，这是宗门面临灭宗之灾时才会动用的底牌啊！我为金丹长老联手，楚叶就算再邪门，这次也绝对死无全身了！死吧，快死吧！只要你死了，今天发生的一切就都是幻觉。我依然是高高在上的极品冰灵根，我依然是青云宗最无瑕的圣女。目标锁定，青云诛魔大阵，毁灭性雷属性打击，绝无死角。想用阵法耗死我？系统，给我把这阵法的诛邪破魔辞掉，修改成灵力道观。指令接收，消耗修改点数500点。大阵在疯狂吸取我的金丹灵力！停下！快停下！我的修为在倒退！大长老，快切断阵法枢纽！金丹期，这就是金丹期的感觉。拿5位金丹长老的毕生修为来给我一个人做嫁衣，这青云宗的大阵倒是个好东西。不，我苦修200年的修为啊！魔鬼，你这个魔鬼！你到底用了什么邪术？妖孽，恕子而敢！竟敢废我青云宗5大长老！今日若不将你出户阳宗，颜面何存？请宗门底蕴，震天清玄镜，给我镇压！宗主连镇派之宝都请出来了。楚叶，这震天清玄镜乃是初代祖师留下的极品灵器，能锁死一方天地法则。你就算再邪门，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也只有灰飞烟灭的份儿。极品灵器。封锁天地法则，听起来是很吓人，但在我的辞调面前，这世上就没有斩不断的法则。目标锁定，宿主当前修为金丹初期，武器强行斩将有50%概率受到空间反噬。是否消耗刚刚收割全场震惊情绪获得的所有修改点数？为宿主武器临时附加高阶词远，法则湮灭。加！给我把这破镜子连同这青云宗可笑的底蕴一起劈成碎片，法则湮灭，给我破！不！碎了，祖师传下来的极品令器被一把砍柴刀劈碎了，这到底是什么怪物？现在底蕴没了，阵法破了，我们是不是可以坐下来，好好谈谈当年我父母留下的那件东西？宗主大人，现在没有人能打扰我们了。交出我父母当年带回来的那个黑盒子，我或许可以考虑给你留一具全尸。楚叶，你果然知道那个匣子的存在，难怪你要隐忍这么久。可是，你以为你赢定了吗？
你以为你有一把破灵气的妖刀，吸了几个废物的修为，就能在青云宗一手遮天？难道不是吗？底蕴已碎，长老全废，你这个半步元婴的宗主，在我面前，现在连一条丧家之犬都不如。你还有什么底牌？不如一并掀开，让我看看够不够我一刀砍的。数字狂妄！你根本不知道那个黑匣子里装的是什么，那根本不是我青云宗能吞得下的东西。当年你父母无意中在一处上古遗迹得到了它，引来了中州圣地的使者。是圣地使者下令，让你父母战死沙场，以此掩人耳目。中州圣地，所以你们青云宗为了讨好上月圣地，就甘愿做一条咬死自家弟子的恶犬，将我父母的命拱手相送。修仙界本就是弱肉强食，能为中州圣地办事是他们的荣幸。这枚接引令就是圣地使者留下的信物，你若敢杀我，圣地使者立刻就会感应到我的死讯，到时候圣地强者降临，我说你一个楚叶，就算是100个你，也会被碾成飞灰。识相的立刻自废修为，跪下磕头，我还能向使者求情，留你一条狗命。中州圣地，传说中凌驾于东荒所有宗门之上的无上存在，我们青云宗在圣地面前连个蝼蚁都算不上。完了，楚叶捅破天了，惹出中州圣地，我们所有人都要给他陪葬。哈哈哈！中州圣地，圣地使者，好得很。我正愁不知道去哪里找当年害死我父母的真凶。既然他们高高在上，那我就亲自打上中州，把他们那所谓的圣地掀个几条天。疯子，你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既然你冥顽不灵，那大家就同归于尽。我现在就捏碎接引令，引天地使者降临，将你这魔头诛杀！目标锁定圣地接引令特殊信物核心隐藏词条玉石巨坟，捏碎后可发送空间坐标与濒死警报，引来高阶修士降临。同归于尽，你这种垃圾也配！系统，立刻把玉石巨坟给我修改成主动认主。指令接收，消耗修改点数500点，修改成功。新词条主动认主，切断原有一切因果链接，自动飞向并认主当前区域灵力最强者，且不可摧毁。这怎么可能？圣地留下的因果信物，竟然……你到底干了什么？我干了什么？你没资格知道。下辈子投胎，记得把眼睛擦亮一点。中州圣地，洗干净脖子等着吧。我楚家的债，哪怕是跨越千山万水，我也要连本带利的收回来。宗主死了，五大长老废了。青云宗的人听着，我楚叶恩怨分明，只杀仇人，不滥杀无辜。从现在起，青云宗的宝库归我所有，谁若有异议，大可以站出来，接我一刀。楚师兄神威盖世，我等心服口服，绝无异议。叶倾城，楚叶，不要杀我，求求你不要杀我，我知道错了。看在我们曾经有婚约的份上，看在我以前也没有对你痛下杀手的份上，饶我一命。我可以做牛做马，我可以给你当剑翅。做牛做马？叶倾城，你是不是太高看你自己了？就你这被吓破了胆的道心，就你这破烂不堪的修为，也配给我当剑士？你不是一直标榜自己是天之娇女，是凡人为蝼蚁吗？杀你都脏了我的刀！我要让你活着，我要让你顶着被废掉的道心，在这你曾经高高在上，如今却对你弃如敝屣的修仙界里，像一条真正的丧家之犬一样苟延残喘的活下去。我要让你亲眼看着你所仰望的天道是如何被我踩在脚下的。真正的痛苦不是死亡，而是所有的骄傲被彻底碾碎。叮，检测到宿主彻底粉碎核心敌对目标道心，特上1分，大幅度改变东荒修仙界格局。恭喜宿主获得海量负面情绪与因果点数结算，共计获得修改点数5000点。5000点，很好。中州圣地是吧？等我把这青云宗数百年的积累全部打上词条，武装到牙齿，我会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降维打击。这就是青云宗引为傲的底蕴，一堆破铜烂铁。系统，给我全面扫描这座宝库，把那些所谓的极品都给我鉴定一遍。全域扫描已开启。
发现目标，天阶下品紫云剑，隐藏词条，极易折损。发现目标，6品回天丹，隐藏词条，药效流失。发现目标，极品防御法器玄武甲，极大降低穿戴者身法速度。果然，在系统的真实世界下，这青云宗就是个捡破烂的。不过，既然我现在手握5000点巨款，这些破烂倒是上好的胚子。系统消耗500点修改点数，把这件玄武甲的词条给我改成绝对反甲。改建成功，绝对反甲。遭受任何形式的物理、法术、神识攻击时，无视自身防御率，将100%的伤害强制反弹给施宝者，且附带灵魂撕裂效果。有了绝对破甲的刀，再加上这绝对反甲，就算现在中州圣地的老怪物站在我面前，我也敢站着让他先打3招。吃吧，整座宝库里的东西，只要你看得上的，随便造。吃饱了，才有力气跟我去踏平下一个宗门。这里的阵法波动和外面完全不同，有一种极其隐蔽的空间折叠感。给我开！这个气息，这是我楚家家传的阵法封印，这就是宗主死前所说的，我父母当年从上古遗迹带回来，最终引来杀身之祸的那个黑匣子。爹娘，你们放心，孩儿已经不是当年那个任人欺凌的废人了。今天我就打开这匣子，看看中州圣地群狗杂碎到底为了什么东西要了你们的命。叶儿，当你听到这段传音时，我和你娘恐怕已经遭遇不测，切记不要想着为我们报仇。我们无意中卷入了中州圣地九霄龙阁的夺嫡之争，这块九龙玄玉令关乎着飞升上界的惊天大秘，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我和你娘会将它藏在青云宗，你要隐姓埋名，做一个凡人，平平安安的活下去。切记，切记！隐姓埋名，做个凡人，爹和娘一生光明磊落，凭什么要被这群为了利益不择手段的畜生逼得生死道消？我楚叶今天对天发誓，什么九霄龙阁，什么飞升大秘，只要参与过这件事的人，我必将他们抽筋扒皮，打入九幽，永不超生。青云宗宗主何在？玄玉令上的封印为何会被提前触发？那个老废物已经去地狱宝道了，你就是中州圣地的人。原来是个不知死活的低贱杂役。青云宗真是越来越废物了，连玄玉令这等神物都能落入旁人之手。本座乃九霄龙阁外阁特使，蝼蚁，双手将玄玉令奉上，本座可以考虑赐你全尸，否则本座不介意隔空抹杀这方圆万里的一切生灵。赐我全尸，抹杀万里！老狗，你是不是在中州作威作福太久，脑子坏掉了？你以为你现在是在跟谁说话？无知蝼蚁，挑衅圣地威严，死！系统，扫描这道空间投影的因果线。目标锁定九霄龙阁特使空间投影，核心隐藏词条空间阻断，本体远在千万里之外的中州，投影受损不会对本体造成任何实质性伤害，仅损失一缕神识，不造成实质伤害，想打完就跑，做梦！以10倍的强度直接反馈给本体灵魂，且无法强行切断连接。现在，让我们来玩个游戏。我的脸，我的神魂！怎么回事？谁在攻击我的本体？那是空间投影传来的反噬，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哦，看来10倍的灵魂反馈滋味还不错。老狗，你刚才不是要赐我全尸吗？继续啊！你到底用了什么妖法？快停下，切断阵法！本座命令你切断阵法！切断你配吗？回去告诉九霄龙阁的阁主，还有所有参与过谋害我父母的人，洗干净脖子，准备好你们最强的底牌。我楚叶很快就会踏平中州，把你们引以为傲的圣地连根揪起！青云宗的因果已了，接下来
该去看看这广阔的修仙界了。小宠物，吃饱了吗？吃饱了，我们就该上路了。目标：东荒尽头，跨海通天镇。下一站，中州。半月后，东荒尽头，东海城，这里是前往中州圣地跨海通天镇的必经枢纽，也是整个东荒商贸最繁华鱼龙混杂之地。天宝阁总部大厅，人声鼎沸。听说你们天宝阁号称东荒第一商会，只要给得起价钱，连跨海通天镇的天字号专属通道都能买到。天字号通道，那可是专供中州圣地贵宾和元婴期大能使用的传送阵，开启一次需要1万枚极品灵石。哪里来的叫花子，跑到天宝阁来寻开心？护卫，把他给我轰出去！别弄脏了这里的白玉地板！没长眼睛的东西！天宝阁也是你这种底层杂业能进的，滚！1万枚极品灵石，听起来确实挺唬人。不过既然开门做生意，哪有把客人往外赶的道理？王管事，你这双招子若是没用，我不介意帮你挖出来。我当是谁？原来是个连半点灵气变动都没有的凡人。哼，怎么带只土狗就敢来天宝阁装大爷？你要是能拿出1万枚极品灵石，我今天把这纯金打制的算盘生吞下去。极品灵石我没有，不过我这里有些土特产，你看看能抵多少过路费？土特产，这就是你说的土特产？几颗炼丹失败产生的毒废丹，就算是扔在街上，连野狗都不闻一下。你居然拿这种垃圾来换1万极品灵石，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啊！这小子8成是疯了，拿废丹来天宝阁碰瓷儿，简直是找死！估计是哪个偏远小宗门的杂役，没见过世面，以为天宝阁是收破烂的呢。系统，目标锁定这5颗废丹，将它们的核心词条剧毒法扎批量修改为大道共鸣。异香扑鼻的瞬间，大厅内所有卡在境界瓶颈期的修士，体内的灵力竟然不受控制的疯狂运转起来，仿佛下一秒就要突破。这股药香丹云，竟然形成了实质的丹云，这是失传了数千年的九转造化丹，而且还是完美品质。这怎么可能？你明明没有动用任何灵力，也没有开炉炼丹，你是怎么把废丹变成神丹的？九转造化丹，传说中能让筑基期直接无视瓶颈跨入金丹期的逆天神物，随便一颗现世都能引起整个东荒的血雨兴亡。他竟然随手拿出了5颗！5颗，这是要天翻地覆啊！怎么不笑了，王管事？你刚说你要把那个纯金算盘生吞下去，现在吞吧。大人，前辈，是小人有眼无珠，小人狗眼看人低。求前辈大发慈悲，这9转造化丹随便一颗价值都在10万极品灵石之上啊！小人真的吞不下那算盘。贵客大驾光临，天宝阁怠慢了。王管事瞎了眼，还不快滚下去领罚！这位公子，妾身天宝阁东荒分阁阁主苏若雪，手下人不懂规矩，让公子见笑了。这5颗9转造化丸，公子当真要出售？天宝阁愿意以每颗15万极品灵石的天价全部收购，并且立刻为您安排跨海通天镇的最高级天字号通道。半个时辰后，东海之滨跨海通天镇的阵眼中心，狂风呼啸，巨浪滔天。青云宗那个灭了特使投影的魔修余孽楚夜，你果然还是来了。你们九霄龙阁的狗鼻子倒是挺灵，怎么，特使本体被我隔空抽的那一巴掌，还没把你们打走，现在又赶着来送死了？狂妄庶子！凭借不知从哪儿捡来的诡异阵法暗算特使，真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今日本座就让你见识一下元婴期大能的真正力量。在绝对的境界压制面前，你那些见不得光的手段，连个屁都不是！给我死来！绝对的境界压制，好，太好了！我正愁不知道刚改出来的绝对凡甲好不好用。老狗，用尽全力！今天你要是伤不了我，我就让你颜面尽失，跪地求饶！不知死活的下界蝼蚁，既然你想找死，本座就成全你。天阶极品法器血海江龙沙，给我将它碾成肉泥！首领竟然直接动用了血海江龙沙，这一招可是连同阶的元婴大能都不敢应接的杀招。这下界来的土包子，估计连元婴期的威压都没见过，现在怕是已经被吓得浑身僵硬，连躲都不知道躲了。等死吧！来，让我看看你们中州圣地的元婴期到底能有多大的力气！蠢货，竟然妄图用肉身硬扛本座的天阶法诀，现在估计连气息都感应不到了。这就是挑衅我九霄龙阁的下。首领，您怎么了？我的血海朦胧沙为什么会打在我自己的身上？丁，绝对反甲词条触发成功，已将目标施加的血海朦胧沙100%反弹，并自动附加灵魂撕裂效果。这就是你说的绝对境界压制。力气太小了，老狗，
连给我挠痒痒都不够格。我的神魂，我的元婴在被撕裂！停下，快停下！你到底穿了什么魔甲？你这个怪物！一招连手都没出，硬扛首领全力一击，毫发无损，这还把首领反弹成了废草！快逃回中州报信！杀！伴随着几声短促而绝望的惨叫，十几名筑基期、金丹期的血灵位精锐，甚至连还手的余地都没有，便被上古血兽尽数击溃，再无反抗之力。跨海通天阵的开启令牌拿来，或者我把你的元婴抽出来，自己找。给你，这令牌给你，就杀了我，给我个痛快！灵魂撕裂，太痛苦了。我给过你全力出手的机会，可惜你不中用，慢慢享受你的灵魂撕裂吧。这只是九霄龙阁付出代价的利息。中州圣地，九霄龙阁，我楚夜来了。中州修仙界的心脏，这里灵气浓郁如雨，宗门林立，强者如云。九霄龙阁更是中州最顶级的8大圣地之一，统业亿万生灵。这里就是中州，环境倒是不错，可惜住在这里人太脏。喂，那个穿得像要饭一样的下界土鳖，你是怎么混上天字号传送站的？下界就是下界，连养的灵宠都长得像一条赖皮狗。小子，懂不懂规矩？凡是从下界来到我九霄龙阁的，不管是哪宗的宗主还是天骄，第一件事就是交出身上所有的法宝和储物袋，接受圣地的搜魂审查。搜魂审查，也就是说，你们不仅要抢劫，还要翻看别人的记忆。中州圣地原来就是个大一些的土匪窝。放肆！竟然敢侮辱圣地！你一个下界来的贱民，也敢在我们面前叫嚣？看来不给你松松骨头，你是不知道天高地厚了！给我跪下说话！跪下！这句话，东荒青云宗的长老对我说过，东海通天镇的血灵卫首领对我说过。不过，他们现在的坟头草应该都快长出来了。你到底是谁？你想干什么？这里可是九霄龙阁的地盘。我是来灭门的。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徒，就凭你一个人一把破刀，也想撼动我九霄龙阁？结九宫诛杀剑阵，将他当场绞碎，以儆效尤。下界的杂碎，在地狱里好好忏悔你今天的愚蠢吧！你们这所谓的圣地剑阵，破绽多的就像个筛子。目标锁定九霄龙阁外门九宫诛杀剑阵，核心强磁条生生不息日等目标彻底死亡。系统，把这阵法的生生不息给我改成倒对反噬。指令接收，消耗修改点数800点，修改成功，新词条倒挡反噬，所有凝聚的杀伐之力将无视防御，100%反噬布阵者心脉。怎么回事？剑阵失控了，剑气在倒流！用你们自己的剑击败你们自己，也算脏不了我的手。不过这里的苍蝇实在是太多了，既然要清算一切，那就得把动静闹大点。九霄龙阁的缩头乌龟们，楚家后人楚夜来给你们送终了！检测到宿主摧毁圣地山门，严重挑衅顶级宗门威严，极大幅度改变中州因果线。恭喜宿主获得修改点部8000点。放肆！何方妖孽，竟敢毁我九霄龙阁万年山门，杀我圣地弟子！天上地下没人救得了你！怎么，打碎了一个破门，就只炸出你们这几条老狗？你们那个高高在上的阁主呢？当年下令谋害我父母的那群缩头乌龟呢？让他们滚出来见我！楚家后人，当年东荒那个带回九龙玄玉令的楚家，原来你就是那个捏碎了特使投影的下界狂徒。本以为你会躲在下界瑟瑟发抖，没想到你竟然敢主动跑到中州来送死。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既然你是楚家余孽，那九龙玄玉令必然在你身上。交出玄玉令，本长老可以做主，抽走你的神魂，在九幽冥火中镇压1000年，给你留个轮回的资格。想要这个，可以啊。
我父母的命，加上我楚家这10几年的屈辱，你们九霄龙阁打算拿多少颗人头来换？九霄镇魂钟，给我震碎他的3魂7魄！是大长老的天阶法宝九霄镇魂钟，这法宝专攻神魂，一旦朝修正范围内寸草不生，那小子死定了。系统，扫描这口破钟。系统，消耗修改点数，给我把灵魂震荡改成精准扩音与敌我泛转。指令接收，消耗修改点数9消转阵营。给我碎！这钟声还挺清脆。我的神魂，我的元婴要裂开了！为什么？这镇魂钟为什么会攻击老夫？敌我不分，法宝被篡改了，怪物，他是怪物！救命！我的头！镇魂在被烈火灼烧！我刚才说过，你们这几条老狗不够我看。你不是人，你是天道派来的劫法。劫法？你们九霄龙阁坏事做绝，为了那所谓的飞升大秘，屠我满门。今天我就是你们的劫。回去告诉你们阁主，如果他不亲自滚出来领死，我今天就把这九霄龙阁杀到鸡犬不留，杀到道统断绝。还要像个缩头乌龟一样躲到什么时候？非要我把这座山头彻底削平，你才肯滚出来吗？这股威压之强，瞬间将天空中厚重层撕裂出一个巨大的漩涡，方圆千里的天地灵气仿佛受到了某种绝对的召唤，疯狂地向着漩涡中心汇聚。是阁主，阁主出关了！化神期，阁主终于突破到传说中的化神期了，我们有救了！这魔头必死无疑！万年了，自本座执掌九霄龙阁以来，还从未有人敢在圣地的山门前如此放肆。楚家余孽，你很不错。化神初期，这就是你们九霄龙阁横行霸道的最大屌。我还以为是什么3头6臂的怪物，原来也只是个稍微强壮一点的凡人。无知是你最大的悲哀。你以为靠着一些邪魔外道的阵法篡改之术，就能跨越金丹与化神之间那不可逾越的天堑？在绝对的境界法则面前，你的那些小伎俩不过是孩童的戏法。废话少说，我只问你一句：当年是你下令杀了我父母，抢夺九龙玄玉令的？是又如何？修仙界本就是弱肉强食，天道无情，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你父母不过是东荒那种蛮荒之地的蝼蚁，侥幸得到了通往上界飞升大秘的玄玉令，那是他们命里承担不起的造化。本座取走玄玉令，那是顺应天命。他们若是不反抗，乖乖交出来，或许还能留具全尸。哼，要怪就怪他们自己不识时务。顺应天命，不识时务，好，很好。那今天我就把你的天命彻底撕碎。冥顽不灵，既然你主动把玄玉令送上门来，本座就收下。今日就让你真正的化神之位领域开。目标锁定化神期专属领域九霄龙皇域，核心隐藏词条在领域范围内施展者即为天道，强制剥夺所有低于化神期目标的灵力与行动能力，形成绝对的降维镇压。怎么不说话了？楚家余孽，在我的龙皇域中，你连一根手指都动不了，连一丝灵气都调动不了。现在的你就是砧板上的鱼肉，交出玄玉令，本座给你个痛快。剥夺行动能力，绝对主宰。系统，他想当老天爷，那我就让他尝尝天塌下来的滋味。消耗所有能用的修改点数，给我把绝对主宰词条修改成万法同源，灵力反哺。新词条灵力反哺，金丹中期，金丹后期，金丹大圆满，破！元婴池，给我碎丹成鹰！怎么可能？我的领域法则失效了！你在吞噬我的本源灵力！快停下！你这个疯子，你会被化神灵力撑爆的！撑爆！老东西，你太小看我的右口了！你这点人力还不够我塞牙缝的，想要我的命没那么容易。既然领域困不住你，那就用圣地底蕴彻底将你抹杀。九霄祖龙印给本座出！这九霄小古龙印乃是我龙阁历代先祖用真龙精血积万年而成的先体仿品，今日本座就用这真龙之魂将你这妖孽彻底碾碎，屠龙吞天！小宠物，看到那条发光的大泥鳅了吗？你刚才不是没吃饱吗？这顿正餐我赏给你了，万兽臣服，在我面前龙也得给我盘着。系统立刻修改词条，把万兽臣服给我改成血脉大补药。指令接收，透支备用修改点数。祖龙，你怎么了？攻击呀！将他吞下去！去吧。
开饭了。神龙怎么可能会被一条狗给吃了？这不符合天道规了！天道法则，老东西，在这个世界上，我楚叶就是唯一的法则。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你不是人，你是深渊里爬出来的魔神！魔神？不过这都是你们逼出来的。当年你下令杀我父母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会有今天？去给他们一个交代吧。遗言说完了吗？说完了。 就上路！等等，楚叶，你不能杀我！杀了我，你永远别想知道当年指使我九霄龙阁灭你楚家满门的幕后真凶！幕后真凶？你以为不说我就查不到？在我的字典里，没有死不对证这4个字。没用的，我的灵魂里有上界仙尊种下的禁制，你就算搜魂，也只能得到一具没有记忆的空壳。上界仙尊的禁制，在我这里，哪怕是天王老子种的锁，我也能把它砸烂。系统，给我把这该死的灵魂禁制修改成记忆全盘投影。 不，你在干什么？我的神魂，这怎么可能？仙尊的禁制怎么会失效？东荒楚家意外开启了下界飞升通道的钥匙——九龙玄玉令。本尊在上界不便插手，九霄龙阁去把东西拿回来。记住，不要留下任何活口。飞升大秘绝不能让其他仙域的人察觉。上界仙宫，原来这一切的源头仅仅是因为上界某个人的一句话，就让我楚家满门几十口人沦为了无辜的牺牲品。现在你看到了，九霄龙阁覆灭，仙尊一定会察觉的。你也会死的。我保证，你那位高高在上的仙尊，很快就会下去陪你。九霄阁主已死，高层长老全灭。从今日起，中州再无九霄龙阁，所有龙阁弟子废去修为，离开此地。我饶你们不死。若有胆敢私藏宗门底蕴，甚至企图反抗者，定不轻饶。逃！快逃！这魔神连化神期的阁主都杀了，九霄龙阁彻底完了。外力很好，有了终于可以触碰那些设计世界本源的顶级法则了。 上界仙尊，洗干净脖子等着吧！就在楚叶准备前往九霄龙阁宝库搜刮战利品时，圣地最深处的后山禁地突然爆发出3股极其隐晦却又恐怖到了极点的一息波动。哦，这九霄龙阁的乌龟壳里，竟然还藏着几个快要入土的老古董。他们是九霄龙阁真正的底蕴，活了数千年的太上长老，修为皆已达到化神大圆满。黄口小儿，安敢灭我道统？阁主那废物技不如人，死就死了。 但你这魔头休想活着离开中州！既然圣地已毁，那这方圆万里的灵脉，连同你这魔头，就一起给我龙阁陪葬吧！我叫绝灭大阵，引爆灵脉！陪葬？就凭你们3个半只脚踏进棺材的废尸，也配拉着我一起死？你们想要引爆灵脉，问过我的刀了吗？系统，消耗1万点修改点数，给我把灵脉自爆修改成灵脉凝珠，强行结齐。指令接收，扣除修改点数1万点，修改成词条灵脉凝珠。 扣除修改点数1万点，新词条成功。停下了！为什么灵脉停止暴动了？阵法失控了！他在抽干整个中州的灵气！好一颗灵脉本源珠！从今天起，只要我楚叶站在这片大地上，我的灵力就永远不会枯竭。你们3个老废物，不仅没炸死我，反而给我送了一份天大的造化！你篡改了天道法则！ 上界不会放过你的。上界放不过我，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楚叶绝对不会放过他们。这便是当年引来灭门惨案的最终秘密，一条直通上界仙宫的登仙通道。上界仙宫的杂碎们，躲在天上看戏看了这么久，是不是觉得很安逸？今天我楚叶顺着这网线过来杀你们了，洗干净脖子，等死吧！上界9重天外接引飞升台，这里是下界修士褪去凡胎、凝聚仙骨的必经之地，常年仙雾缭绕，仙音阵阵。这就是所谓的上界，除了灵气比下界浓郁些，似乎也没什么特别的。午夜是吧？仙尊有令，只要你主动交出九龙玄玉令，并在此处的化仙池中洗去凡尘，烙上无印，便可免你一死。 赐你在仙宫做一名最下等的扫地仙仆，这可是你们下界修士几万年都修不来的福分。扫地仙仆，免我一死。你们上界的人是不是脑子都被这仙气给熏坏了？我上来可不是来给你当狗的。不知死活的贱民，在下界称王称霸几天，就真以为自己能逆天了？这里是上界，是仙尊主宰的法则之地。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本将就先废去你的修为，再将你投入化仙池。被化仙所困住。 就算你是下界的绝世天才，3息之内也会被抽干所有的修为。下界蝼蚁就是愚蠢，竟然连躲都不躲。剥夺凡根，想抽干我？好啊，我看这化仙池的胃口有多大。系统，给我把剥夺凡根词条修改为仙道本源道观。对抗上界基础法则修改成功。哇！这不可能！化仙池在干涸，你这蝼蚁到底干了什么？
你竟然在吞噬仙道本源！快停下！这就是你们上界的待客之道。这化仙池的水味道还勉强凑合，现在该我回礼了。结阵，不惜一切代价诛杀此达。唐元仙尊怪罪下来，我们都要死！太慢了，也太弱了。这是什么法则？我的仙体，我的不灭神魂，竟然被一把生锈的柴刀！现在告诉我，那个所谓的苍元仙尊，他的老巢在哪里？以为你赢了，你根本不知道仙尊到底有多么恐怖。他住在33重天外的紫霄太初宫，你杀了我，仙尊立刻就会感应到，整个上界的仙群都会追杀你。那又如何？你死定了！你和你那低贱的父母一样，都得死。33重天外紫霄太初宫，哦，我记下了。你大可以放心，我不仅不会逃，我还会亲自打上门去，让他知道，惹了不该惹的人，就算是仙尊也得把命留下。苍渊仙尊，既然你已经锁定了我的气息，那我就省得去找路了。苍渊老狗，东皇楚家楚业，今日特来取你狗命，洗干净脖子，把你们上界最强的底蕴都端出来，别让我杀得太无趣。走，随我踏平这虚伪的仙界。33重天外，紫霄太初宫大殿之内，仙气凝结成实质的祥云，万千锐气汇聚，仙音犹如实质的波浪在虚空中回荡。这里是整个上界权力的最巅峰，也是绝对法则的起源之地。仙尊，下界空间壁垒极其坚固，就算有人借玄玉令偷渡上来，也不过是被化仙池抽干修为的凡人，怎可能反杀我大成期巅峰的接引仙将？仙尊息怒！不管那下界蝼蚁用了什么见不得光的邪术，敢杀我仙庭之将，更敢主动暴露坐标挑衅仙颜，简直是十恶不赦！楚家余孽本以为当年那场清洗已经将其彻底抹灭，没想到不仅活了下来，还敢打上仙界。去吧，你们4大神将一同出手，将那蝼蚁的头颅还有那块九龙玄玉链一并带回来。记住，本尊要他死得惨烈些，让诸天万界都知道逆犯仙颜的下场。末将遵旨，必将狂徒向上人头奉上。来了，这上界的老狗反应挺快，我还以为他们会龟缩在窝里发抖。大胆狂徒楚业，见了我10万天庭大军与4大天君，还不立刻滚下坐骑，束手就擒！现在跪下伏法，自罪元神。本守将或许还能大发慈悲，留你一道残魂去轮回。10万人，4大神将，阵仗倒是不小。只可惜你们这些所谓的仙人，除了会用嘴巴叫唤，是不是就不会别的了？不知死活的下界贱种，死到临头还胆嘴硬！在下界你或许可以称王称霸，但在这上界，在绝对的仙道法则面前，你连一只虫子都不如！请4将诛灭大阵，给我把那红尘杀！10万人的大阵，非金仙不可逃。很好，系统，把这破网的天网恢恢词条给我修改成全功率自律反导系统。指令接收，超大规模仙道法则覆盖启动，消耗修改点数3万点。最盛大的烟花秀开始。怎么回事？大阵为什么不受控制了？天王的毁灭星期为什么反向锁定了我们自己？这不可能！仙道法则怎么会被篡改？救命！我的护体剑光挡不住这雷火！撤退！我让你们走了吗？既然大老远跑来接引我，那就都把命留下，给这天河做肥料吧！法则湮灭，给我碎！苍渊老狗，你的看门狗都被我杀光了，现在轮到你了。楚业，你真的很让本尊意外。本以为你只是一只运气好些的下界蝼蚁，没想到你竟然能凭借某种遮蔽天机的邪物，屠尽本尊的10万先锋大军。邪物？你们这群高高在上的仙人，遇到自己无法理解的力量，就统统归结为邪物。苍渊，你这高高在上的伪装还能撑多久？你心里现在应该已经怕得发抖了吧？哈，简直荒谬！本尊力竭10万年，终成仙尊之位，与这上界天道同寿，
你以为杀了一些不中用的天兵神将就能挑战天道法则了？天道法则？当年你为了夺取九龙玄玉令，一道法旨降下，灭我楚家满门。那时候你的天道法则在哪里？你们所谓的天道，不过是你们这群强盗用来掩饰贪婪的遮羞布。匹夫无罪，怀璧其罪。那九龙玄玉令乃是太古时期封印下界气运的枢纽，本尊只要得到它，就能将整个下界炼化为本尊的内宇宙，从而突破仙尊桎梏，踏入传说中的造化之境。牺牲区区一些下界凡人，换取本尊的大道圆满，那是你们楚家的无上荣幸。荣幸？好一个无上荣幸！苍渊，既然你这么喜欢炼化别人，那今天我就把你引以为傲的仙骨和神魂，以天道法则尽数涤荡碾碎，用来祭奠我楚家亡魂。狂妄至极！既然你急着找死，本尊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天道不朽。紫霄天道诀，万法归尽。系统，检测这老东西的绝杀。目标锁定，紫霄天道诀，万法归仙尊级绝杀仙术。无视防御，形神俱毁，好得很。系统，我账上还有10万点修改点数，给我扣除5万点，把法则抹除词条，修改成因果反噬，本源自毁。指令接收，对抗仙界最高天道法则，扣除修改点数5万点。这怎么可能？天道法则在倒流！我的万法归尽，为什么锁定了本尊的因果线？停下！快停下！这就是你的天道不朽，这就是你高高在上的法则。苍渊，被自己最得意的力量反噬，滋味如何？你到底是个什么怪物？你竟然能篡改天道本源！你绝对不是下界的凡人！本尊历经10万劫，绝不能败在你这个孽种手术！本尊还有底牌！天道玉蝶，给我出来！目标锁定，残缺的天道玉蝶，上界最强先天至宝，灵魂不灭，只要仙界不灭，即为不死不灭之身。初夜，你看到了吗？这就是本尊真正的底气。只要有天道玉蝶在手，本尊就是仙界的天道。就算你手段再诡异，你也杀不死一个与世界同源的仙尊。今天本尊就算耗，也要把你耗死在这里。不死不灭，与天道同化。苍渊老狗，你是不是忘了，我最擅长的就是把你们这些高高在上的神拉下神坛。系统，扣除剩下的5万点数，把这块破玉蝶的天道庇护和不死不灭全部修改成天人五衰，肉体凡胎。指令接收，终极法则篡改启动，扣除修改点数5万点，修改成功。新词条：天人五衰，肉体凡胎。不，怎么回事？我的仙气在流失，我的仙骨在融化，这黑气是什么？不！天人五衰，这是凡人寿命走到尽头才会有的天人五衰。我是仙尊，我怎么会变成凡人？我是不死不灭的仙尊啊！初夜，你对我做了什么？你这个魔鬼！仙尊，现在的你，连我下界青云宗一个最底层的导业堂的杂役都不如。你不是视凡人为蝼蚁吗？现在你自己也变成了你最看不起的蝼蚁。感觉如何？初爷，初爷爷，初祖宗，我错了。当年是我鬼迷心窍，是我贪得无厌。求求你把仙灵还给我，我把整个仙界都让给你，我给你做仙徒，不，我给你做狗。求求你饶我一条老命吧！做狗？我这人嫌脏，你欠我楚家几10口人的血债，今天也该算清了。哇！爹娘，楚家的仇报了。从今天起，再也没有人能掌控我楚业的命运。走吧，老伙计，既然旧的天道已经死了，那这3界6道的规矩，以后就由我们来重新定。10年后，东荒极南之地，一个与世无争的偏远小镇。
吗？昨天晚上隔壁风雷门那个嚣张白户的少门主，因为强抢百姓的灵田，结果刚一动手，天上直接劈下来一道水桶粗的金色神雷，当场就把他劈成了凡人，连满口的牙都劈飞了。看来传闻中那条作恶必受天罚的铁律，小石头，你以后要是修炼有成，可千万记住，不可恃强凌弱，否则那金色神雷可是不长眼睛的。楚大哥放心，我要修的是除暴安安的侠义之剑，我要像传说中那位一统诸天万界、立下新天道规矩的无上透能一样，保护大家。唉，只可惜那位大能据说已经隐居10几年了，谁也不知道他老人家到底在九霄仙宫，还是在哪处洞天福地。我要是有机会能见他一面，死也值了。那位大能啊，说不定他现在正躲在哪个不起眼的角落里，一边扫着地，一边看着你们这些小家伙茁壮成长呢。行了，快去练剑吧，记住，修剑先修心。知道了，楚大哥，我一定会成为大侠的。有了曾经那毁天灭地的极致杀意，剩下的只有对这来之不易的太平盛世的最深沉的守护。爹娘，这盛世如你们所愿，因国已平，天下长安。